苹果这家大家都很熟悉的科技巨头，你知道吗？它现在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场非常关键的领导层变革可以说是即将来临。这不只是换一个执行长这么简单哦，这很有可能会重新定义苹果未来几十年的方向。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深入聊聊这个问题。在一个传奇人物即将谢幕的时候，苹果它的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这场权力交接的赌注真的非常高，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口袋里的手机、手上的手表，甚至是整个科技产业的未来。在我们讨论未来之前呢，得先理解过去到底有多辉煌。你看看这个数字，4兆美元。对，你没听错，这就是提姆·库克在他任内带领苹果达到的惊人市值。让这个数字在你脑中跑一下，4后面跟着12个零，这真的太疯狂了。这张图表就更清楚了。你看，从2011年库克刚接手的时候，市值大概是3500亿美金，到今天逼近4兆。在短短15年内成长了超过10倍，诶，这可不是慢慢爬，这根本就是用火箭在冲啊！所以库克到底做了什么可以这么厉害？他可不只是守住江山而已哦，他把年营收翻了快4倍，把软体服务打造成一只年收入破1000亿美金的金鸡母，还推出了像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这种直接定义市场的全新产品。当然还有那个历史性的决定，就是把晶片从 Intel 换成自家的 M 系列，以及稳住那个庞大到不可思议的全球供应链。他真的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营运之王。但你知道吗？库克的贡献其实远远不只是这些漂亮的数字，诶，他为苹果注入了一种核心哲学，而这个哲学将会深深地影响苹果的未来。我觉得这句话根本就是库克时代最好的注解了。他提醒我们，科技是中性的，它就是个工具，真正要负责的是发明它跟使用它的人。这不只是一句口号，它塑造了苹果的产品基因。没错，就是这句话直接催生了苹果隐私优先的策略。你想想看，现在全世界都在疯 AI， 大家都在抢你的资料去训练模型，对不对？但苹果偏不，他们搞了一个私有云端运算，确保你的个资在处理完之后就立刻销毁，绝对不会拿去训练。这就是把那句话彻彻底底的执行出来。好，了解了库克的丰功伟业和他的理念之后，我们就要来看看那接班人呢，他要面对的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战场。就是这个人，预计在2026年9月1号，权力的大棒就要交到约翰·特纳斯手上。这位老兄可是个在苹果待了20几年、战功彪炳的硬体大神，所以这就代表着苹果的权力核心要从一个营运大师转到一个产品工程师手上了。那问题就来了，这带来了2个超大的挑战。第一，苹果会少了一个像库克这样的政治博弈大师，他非常擅长在全球供应链还有各国法规之间去协调。第二，也是大家最焦虑的，就是在这场生成式 AI 的大战里面，苹果好像有点落后了，这份焦虑感是非常真实的。你看这张比较图就一目了然，库克他是个外交官，是供应链的建筑师，那特纳斯呢，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产品人，像 iPad、AirPods 甚至是 Apple Silicon 的转型都是他主导的。但同时他也有个标签，就是有些内部的人觉得他太保守，不太敢冒险。你想想这个风格的转变有多大？然后事情还没完，外面的威胁也来了。苹果以前的那个设计神人 Jony Ive， 他现在跑去跟 OpenAI 合作，要干嘛？他们要打造一个全新的 AI 硬体，目标非常直接，就是要干掉 iPhone， 而且还在苹果内部大举挖角。哇，这个压力真的是从4面8方来的。那特纳斯的目标是什么？他很清楚，苹果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跟 Google 或 OpenAI 在那边烧钱比赛谁的云端模型比较大。苹果的目标需要回到它的根本，也就是
有没有人能比得上的硬体创新来打赢这场 AI 战争。为了做到这点，苹果设计了一套非常非常聪明的策略，我们可以称之为桥接策略。这套玩法可以说是非常高明，既能拥抱 AI， 又能控制风险。我们来把它拆解一下。第一步，外包风险，把最复杂的云端 AI 运算丢给 Google 的 Gemini 去做，这样直接省下几十亿美金的伺服器成本。不过，这也代表在某些地方得依赖竞争对手。第二步，专注在自己最会赚钱的地方，也就是全力投入开发高毛利的私有云端运算，还有最重要的自家的 AI 晶片。那最关键的第三步，就是掌握整个使用体验。苹果跟用户保证，你的资料绝对安全，用完就毁掉。这不只是技术问题，这是在建立品牌的信任感呢。好，那如果你是个投资人，你可能会觉得，这场交接听起来风险很高，其实苹果早就准备好了安全网。首先，库克没有真的退休哦，他转任执行主席，继续帮忙处理那些最头痛的政治问题，就像一道防火墙一样。再来，这个桥接策略，把 AI 的财务风险降到最低。最后也是最恐怖的一点，别忘了苹果手上有超过25亿台活跃装置，光是这个生态系就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印钞机。所以这整套策略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产品呢？我们就来看看苹果打算怎么用硬体来定义 AI 的未来。这就有趣了。苹果对 AI 的想象可能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Apple， 而是会直接体现在未来的硬体上，像是传说很久的折叠式 iPhone， 更亲民的 MacBook， 还有我觉得最酷的是一副可以看懂你周遭世界的 AI 智慧眼镜。这些硬体才是苹果 AI 体验的最终形态。苹果的终极大绝招其实是这个东西，叫做代理式 AI。它的目标不是要成为最强大的通用模型，而是要成为最懂你的个人化代理。你想象一个情境，你对手机说，帮我约下礼拜跟朋友吃饭，它不只知道你朋友是谁，它还知道你们常去哪家餐厅，你喜欢坐窗边，你朋友吃素，然后它就默默帮你把一切都搞定。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你的个人资料完全没有离开你的手机，这就是一个深植在硬体里，懂你又保护你的智慧伙伴。所以绕了一大圈，我们回到最后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一个营运之王为一个工程师铺好了最稳固、最有钱的道路之后，苹果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他是不是想透过你手上、脸上、桌上的这些硬体，成为一个真正理解你、保护你，并且无所不在的隐形大脑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由特纳斯和他的团队在未来几年亲自为我们揭晓了。好，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都只是资讯分享，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哦。